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會來特別關心幾個議題。首先是在川習會之後，川普已經清楚的表態了，不想看到美國飛9500英里為台海問題遠征，並且表態等於是重擊了台獨。緊接着，我們等一下也會來看到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開了第一槍，菲律賓正式表態不會替台海來打仗。另外一方面，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會來關心到是普丁呢正式的訪中行，美中二三強北京博弈，台灣會不會淪為大國談判籌碼？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解析。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正式的開始之前，先提醒大家幫我們的節目記得要點讚，在留言區寫下熱推，並且按下熱推鍵。希望跟我們互動的，可以在留言區特別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我也會親自的幫觀眾朋友來做回復。趕快來關心到今天的重要焦點，在川習會才剛落幕之後，台海局勢馬上在風向上面立刻改變了。現在要來看到的是，最先開槍的，現在不是北京，竟然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做了一個最新的表態。他說，如果台海爆發戰爭，菲律賓確實是會受到波及的，但是他馬上說了，不願意捲入任何的衝突。馬尼拉是不願意捲入任何的衝突的。他說，菲律賓會持續的奉行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干預中國視為內政的一些事務，並且支持兩岸是以和平的方式來自己解決爭端。這番話像是替整個亞洲國家提前畫下了紅線。要知道，美國先前一直不斷的把菲律賓當作是在推到第一線，從整個巴士海峽一直到整個呂宋島軍事基地聯合軍演，把菲律賓包裝成台海戰爭的第一線。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在川普總統這幾天表達了說，針對台海議題，他不想看到美國長途跋涉到9500英里的地方去打一場仗之後，小馬可仕就親口的表態，他也說了，他不想為台海的事情來做負責任。事實上，在菲律賓總統表達這一些話之前，包含了在第一島鏈的亞洲國家，像是南韓總統李在明也說過，台灣的議題韓國不會介入，也不應介入。而被問到如果台灣遭受攻擊的話，是否援助，他則是回應說，等外星人入侵地球時再來想。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回應。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聶老師怎麼看了。川普說了不想飛9500英里打仗，現在菲律賓也捲入，並且做了一個明確的表態，代表川普對的這一番話已經開始在國際之間發酵，並且具有影響力了嗎？現在是連韓國總統李在明也表態了不會介入。那如果台海真的爆發衝突，台灣接下來只能孤軍奮戰嗎？怎麼做？聶老師怎麼看？好，我先這個科普一下，這個大家都知道1英里是幾公里嘛，哈，就1.6公里了哈。那麼如果是9500英里的話，那應該就不是從西岸而是東岸了，就是他們五角大廈諸如此類的，因為西岸離這個我們台灣這邊大概也不到這個1萬公里，好，大概15000公里，好，從東邊過來，那也就是非常清楚，他們的軍事實力倚重在這個他們講東岸五角大廈附近或怎麼樣的，他們絕對不會想要過來。但是各位回想一下，川普1.0版的時候呢，川普呢不斷很多次談到台灣，甚至一直這個詹志喜認為說台灣是他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武器，當然關稅是他最大武器，還有一個就是他覺得台灣應該說是一個籌碼，他覺得台灣是他的比肩，他講過要去奪大陸，就是他這個叫比肩理論，可以去惹這個中國生氣去奪。但是你說他要不要幫台灣？當然，因為台灣在中間是他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很不錯的牌，又是籌碼，因此呢，他過去常常很珍惜這張牌。不過這次很清楚看到川習會之後呢，我覺得川普去了大陸有幾個我看到的一個感覺的一個特點啊。第一個，我覺得川普這次去的比較乖。啊，那當然，他一直感覺是不管是虛的實的，表面好像很尊敬這個習近平，不斷用 great GREAT 來形容啊。在去年虎山也講了 great country 又 great leader，這次不止講一次，還說他這個 great 還不只是直接對習近平講，他對他的人民
朋友也這樣講。你知道這種尊敬已經我覺得不是川普本來的個性，因為川普哪有那麼尊敬一個人？除非他很虛偽，對他甚至以前照顧他，你看那個電影的照顧他那個律師好，我要講就是說，川普這次又乖又尊，你要追對方。還有在話語中你會發現，當這個習近平講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時候，他是蠻默許的他也不敢回應太多。所以呢，當他回去講了所謂的9500公里英里他不會去為了這樣去戰。那當然，其實講不好，你就形勢比人強啊。那我再講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講跟人家爭鬥和鬥，這個鬥有2種，一種叫鬥智，一種叫鬥武，就是鬥義氣啊，義氣之鬥。那我覺得這一次啊，不管是川普也好，或者是我們講說印太這邊的周邊國家，甚至你剛剛講的韓國啊，李在明或者菲律賓小馬可仕，我覺得都非常清楚嘛。真的你要鬥智慧呢，還是要鬥義氣？對。那麼不管怎麼樣，各位形勢比人強，大家都已經看到各國啊，我們過去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現在再加上科技這些東西呢，你 take overall 去 take average 去看。我們講我們的中國大陸，它現在實力已經到了一定的浮囂塵上，在一定的這個水準之上，軍事實力看起來就已經不輸這個美國，而美國還要那麼遠來出兵。更重要的是以製造實力講，後勤打中長期來講，中國怎麼會就完全就已經中國大陸已經完全贏了美國？因為美國已經製造業空洞化，甚至沒有後勤能力之下，現在它的武力就算我們在各種評比好像軍事實力都第一，可是你知道嗎？光打伊朗戰爭就已經看到它非常多的問題。待會呢，可能幾個我們這個專家可能還會再分析，他們的飛機現在都出了問題啊，這個自己開都出問題。所以我要講的是，這些小國呢，它非常清楚嘛，就是以鬥來講，它鬥智慧，那這就對了。那麼還有鬥智慧，我覺得第一個除了形勢比人強，也就是看到這個中國大陸崛起啊，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尤其軍事這個地方，甚至加配套這個所謂的無人機或者各種科技的配套到一定水準。你真的要跟人家一個大國打，又有實力的大國，你怎麼打得過？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智慧。第二個，當然還考慮到各國自己的利益，一打下去，那這些小國它會受到什麼樣的傷害？這個非常清楚，所以呢看得很清楚。不過我最後要講一個 ending，要 ending 這段的時候，我要講一個說，這是一個好事對台灣。怎麼說呢？你說，台灣這時候啊，你一個題目說，是不是台灣就要支援，靠自己去打？不是，台灣這時候真的打不起。你說台灣打得起嗎？不是我們要。這個滅自己這個士氣，說不好聽一點，台灣的實力怎麼樣看都不對。如果你真的有美國或其他周邊國家來支持，可能會打中期。打到中期，請問一下，我們的人力，我們不要講這個光武器，人會傷亡多少？各位去想想看。所以越是這樣情形，我覺得對台灣可能反而是好事，也就是那也就是台灣，我講從武力也好，從經濟也好，甚至人的傷亡也好，可能會減損很多。好，所以我們看到，在這一場大國的國際的博弈下面，大陸的崛起讓川普是直接表態了支持大陸對於台灣問題的一個敘事哦。那當然了，這些小國包括了菲律賓跟南韓也緊接着一起做表態。不過我們再來看到說，那另外一個大國又是如何做表態的呢？就是俄羅斯了。因為普丁呢，現在收到的最新消息是預計在今天晚上就會正式的抵達北京了。那麼被視為是呢，因為川普才剛走嘛，等於是冷戰時代一個國家1週內接連接待了美俄2大強權領袖是非常罕見的。那北京的外交議題也成為了現在國際都在特別關注的一個焦點。克里姆林宮特別有強調說，普丁呢這一趟訪中啊，討論重點會是在中大的經濟合作上面，包括了就是大家在關注的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管氣的這個管線。那如果成案的話，每一年就可以向大陸來輸送高達50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其實華府更關心的事情說，這個中俄之間的合作其實不只是能源的問題而已，也是大陸在替未來可能的台海風險提前打造另外一條很重要的能源生命線哦。所以這是也是牽動着這個地緣政治的，所以備受華府的特別高度關注。再來就是印度媒體這邊也做了一個分析，有關於這個不管是中國不管是美國或者是俄羅斯，現在都想要拉攏中國的原因，是因為大陸是一個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美國想要搶這個市場哦，在大陸的市場就是想要用能源貿易、軍售拉住中國，俄羅斯則是希望用石油、天然氣戰略互信來綁住中國。所以現在看起來美中俄的這個3強博弈，幹哥怎麼看？台灣會不會又成為另外一個他們的重要籌碼？那麼在台灣議題上，對於北京表態，他們會做讓步嗎？還是怎麼解讀？
台灣當然是川普跟習近平之間的談判很大的籌碼。因為連川普自己都說，這是我一個手上很好的籌碼。你把跟你這麼多年的盟邦當成籌碼，請問一下，川普，你在國際上還有什麼領袖的威信可言？台灣是你的籌碼，好，沒有關係，這是我們台灣自己的事情。但是美國的智庫，這個智庫叫大西洋理事會，這個人叫韋伯斯特。韋伯斯特說，現在不是只有這個美中之間的，現在連普丁啊，今天會抵達北京，他們可能也會談到台灣的議題。這跟普丁什麼關係啊？美國智庫，你就是靠這個東西吃飯的，是不是？這到底有什麼關係？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台灣的事情會跟俄羅斯扯上什麼關係？不要這邊胡說八道。今天很簡單，你只是要凸顯說，台灣議題可能將來是這個區域和平、地緣政治裡面非常大的變數。但是普丁這次去，最多是必須要趕快跟習近平談妥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輸油管線這個行動計劃。因為這個計劃俄羅斯很急，為什麼？因為他們要趕快再輸出更多的天然氣跟石化這個產品給中國。為什麼？中國從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打的時候，打到現在，你知道我們已經有多少外匯是給了俄羅斯嗎？3670億美元，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面，已經提供了11兆台幣的那個利益給俄羅斯。為什麼？幫助他能夠繼續打這場戰爭。中國對俄羅斯還不好嗎？所以接下來韋伯斯特的說法可能是說，如果中俄之間能夠再加強這方面的合作、貿易合作的話，那對於這個中國未來對於攻台的準備啊，也希望俄羅斯幫上一忙。如果這樣解釋的話，倒還有一點情有可原。可是俄羅斯要是真的能夠幫中國在台海議題上面去說嘴、去說三道四，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經濟跟貿易上面，俄羅斯會有一些幫助而已啊。當然，台灣的問題現在是全世界都在關注，所以才會有這種學者去講出這種言不及義的話。但是我還是要強調，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小馬可斯他對於台灣議題他也有意見，但是還是沒有一個人講得來的經典。誰講的最經典？叫做韓國總統李在明。李在明前年就已經講過了，他說：“你知道什麼時候我會管台海的衝突嗎？就等到外星人登陸的時候，我就會出手干預了。”他講的話才是所有世界各國跟台灣周邊領袖應該講的話。也就是說，這件事情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這些人都不希望區域衝突，但是呢，我們也沒有力量干預。這才是國際社會的真實寫照，也是現實的寫照。好，那我們也同樣持續的關注。那這場川習會之後，其實大家在這場會議之後也開始做了權力的評估，是不是慢慢的權力從美國重要的國際的權力從美國的手上轉到中國大陸的手上？因為最新呢，來自於《時代》雜誌這邊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其實確實是正在轉移的。中國已經不是被動的接受美國安排，而是北京以它為主場，開始明確提出了自己的世界秩序觀，是不是可以看出有中國優先的這個概念？那美中俄如何牽引未來的局勢？像這個又怎麼看？這《時代》雜誌提出這個中國優先的這個主題，它有好幾篇報道。那當然，我們仔細看裡面的內容啦，主要還是談中國的這個科技產業的創新。因為這個部分，我可以看《時代》雜誌用的詞真的是非常非常驚人啊。他當然也破解，比如說他覺得中國跟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是，它的這個一體化，比如說它的 R&D， 也就是說它的科研，然後呢，在工程做到工厂跟市場的那個快速緊密的聯動。然後他甚至也描述說，這裡頭的核心整個大架構框架來說，還是中國政府的政府政策。然後他用什麼詞？海量的工程師，極致的 extreme 啊，極致的這個他的這個產業製造鏈，
然後最後有在講說這個實體 AI 落地的場景之多，你就覺得這個《時代》雜誌的無論他們的編輯在寫哦，他那個對於中國究竟是怎麼樣的看待？好，由此去描述說為什麼現在中國大陸對全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國家，是不是再帶了一點強國，特別是美國，乃至於包括俄羅斯等等的這種強國的主軸的轉移，提出了很多的部分探討。我想其實簡單從4個角度觀點來看，從這次起美國川普到北京之後呢，在美國內部的輿論也大量的在討論說，其實有好多的感覺上，其實美國的好多的重心，其實確實是包括川普本人對習近平本身的這個友好跟 admire， 我們講說他那個喜歡已經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所以呢，這也包括可能是俄烏戰爭凸顯出，無論是俄羅斯、美國的強國在這次伊朗戰爭當中，你以為這個強國的國力、軍力是多麼強大，結果都拉慘。你就覺得美俄好像沒有這麼強大，那到底什麼是一個強大的新標準呢？而且為什麼美俄他們現在的軍力沒有那麼強大，背後都還有科技創新的原因？就美俄的軍事的科技創新真的差很多，所以這個主軸失去主軸的國際，所以使得所有的國家開始看中國了嗎？第二個部分當然還是講到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就是工業製造能力，對，從航天到所有你跟想象的，到軍事到民間的這一切，而且這工業製造能力當中，因為主要是包括了基建，而且又有最先端的 AI， 包括跟這一些新能源等等。這個基建的基礎跟最先進構成了一個非常寬大的頻譜。你有任何的領域，如果只要輸其他的，就像半導體芯片一樣，它就可以自己追上來，而且真的就追上來，比大家想象中還快。之前還說華為芯片要10年後才能追上，你看現在可能明年就追到了。所以第三個，當然我覺得今天討論的就是國家治理。其實，在所有國家裡頭，基本上都是資本家去創新，國家有一些政策當中帶動。可是呢，中國是整個國家政客跟民間企業跟他們還有國企。大量的整合到為了國家的發展的需求，最厲害的東西都可以國家來用，所以這個部分的發展是跟其他跟美國跟俄羅斯都不一樣的。最後，這樣還有很重要，就是文化方面，中國大陸最近從去年開放了這個觀光的部分30天的免簽之後，哈，其實你就看到他們整個國際間過去長久以來視中國為敵對，視中國為落後，視中國為一個封閉的所有的舊的形象大舉的崩潰。現在其實每天其實上這1、2、3月。就已經看到有就超過了500萬人，其實到中國大陸去做觀光哦。所以這個文化的形象慢慢擴展開來，包括小紅書跟抖音，使得不只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看上中國，連一般的全世界的民眾都對中國有全新的認知。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全球新的重心的最關鍵的原因。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